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刚定档，要多美丽就多美丽，徐凯领衔新剧艺术 IP 都市女性剧亮相。杭州的8月透着热浪，一部由西西影视操盘的新剧就在这个档口定下开机时间。这部叫做《要多美丽就多美丽》的作品，在官宣演员阵容后引发了不小的动静。作为一部有着36集篇幅的都市女性题材作品，它在筹备之初就瞄准了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的双平台播出通道。观众对于都市女性剧的挑剔程度在近几年直线上升，那种靠着虚浮的背景布和棚拍灯光堆砌出来的现代生活，越来越难让守在屏幕前的普通人产生共鸣。片方这次选择在前期就扎进真实的医美行业进行实地采风，试图用实景拍摄来规避以前经常被人诟病的职场悬浮问题。官方给出的物料显示，事的核心架构在2位性格迥异的女性身上。姐姐杨一品是一名天天跟手术刀、激光仪器打交道的医美整形医生，而妹妹杨二晶则是一名整日面对小动物的兽医。这种奇妙的角色组合，直接把视线对准了当下社会中关于容貌焦虑与女性自我成长的民生话题。新剧定档的消息一出来，市场给出的反应往往是最直接的。这一次的剧本改编源自一书的同名小说，前几年同类 IP 在荧幕上的成功，确实让国内观众对这种带着清冷、独立色彩的都市现实向内容有了更高的接受度。原著本身的文学基础，让整部剧在切入医美行业，探讨皮囊之美与内心自洽的时候，有了一层可以依托的文本厚度。翻看这次的创作方向，能看到团队在特意避开一些过去现代剧经常踩中的雷区。以往只要是双女主设定，剧情很容易走向为了争夺某个男性角色而产生的内部雌竞，或者是充斥着工业糖精的恋爱套路。新剧在规划中摒弃了这些狗血的三角恋戏码，把笔墨集中在人性的成长上。等把镜头推向全景，拉开背景道具和服化道在强打光下的真实表现看时，观众要的是那种落地感。作为领衔男主角的徐凯，这次接下卢永忠这个角色，对不少熟悉他的观众来说是个新鲜事。在过往的荧幕形象里，徐凯更多时候是以古偶深情角色或者现代剧里外放强势的商业管理人员形象出现。那些角色的发型永远一尘不染，穿着挺拔的西装，带着一种天生的距离感。卢永忠这个角色的定位却恰恰相反，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传统管理者，而是一个被赋予了温柔共情属性、极度尊重女性事业的成熟治愈型角色。这意味着镜头拉近时，演员不能再靠着冷峻的侧脸和标志性的职业动作来撑起气场，而是需要把情绪下沉到更细腻的日常生活缝隙里，跳出轻车熟路的舒适圈，去演绎一个内敛温柔的人物，是一次实在的尝试。从过往的现代题材探索来看，演员这几年确实在尝试不同的职场赛道，从消防员到悬疑题材都有涉猎。这一次的卢永忠，在表演空间上显然比以前那些非黑即白的强势人物要宽广得多。他需要在大段关于职场、关于容貌焦虑的对话中，用更平实的语调去接住双女主的成长线。不过，艺术 IP 在进行本土化改编时，历来都伴随着不小的落地风险。原著那种发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海派清冷调子，一旦生搬硬套到内地的都市环境里，经常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编剧在台词或者情节处理上稍微偏了一步，可能就会把原著里那种冷冽的独立女性内核给丢掉。文字里的清冷感变成电视剧里的具体画面，往往需要精细的镜头调度。
议题的表达尺度同样是摆在主创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容貌焦虑和医美整形这两个词本身就自带热度，在目前的影视化表达中，这类题材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是为了追求戏剧冲突而进行猎奇式的渲染，把手术过程或心理扭曲放大，要么就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的喊几句口号。怎样把美无统一标准这个核心观念不显说教地融入到36集的日常事里，极其考验导演跟演员的现场配合。以前很多作品在宣发时说的热闹，结果等晚上8点钟大家点开播放键，看到的依旧是几个人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不切实际的谈恋爱，道具戏服甚至连一丝生活的褶皱都没有。演员跟新角色的适配程度，目前也还隔着一层未知的薄纱。虽然前期给出的设定很吸引人，但徐凯过往那种更偏向外放的表演习惯，能否在这次的温柔内敛人设里收放自如，仍需要等待开机后具体的物料和正片镜头来检验。当他不再是那个掌控全场的角色，而是要在双女主的生活里充当一个倾听者与支持者时，眼神里的波澜就显得至关重要。杭州的拍摄周期定在4个月，这意味着整个剧组要在实景里扎扎实实的度过大半年。对于西西影视和制片人杨晓培来说，在习惯了古装大制作的操盘路径后，转战这种注重微观触感、需要大量实景还原职场细节的都市现实向作品，在镜头美学和现场调度上都是一套全新的解法。这种中等篇幅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剧情在中后期注水拖沓的可能。它既要满足电视机前传统观众对视观赏性的要求，又要切中手机屏幕前年轻群体对节奏和现实痛点的敏锐捕捉。36集容纳2个女人的职业起伏和1个男人的温情陪伴，分量算得上合适。官宣的喧嚣过后，所有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8月份在杭州开机的那台摄影机前，等场记板在实景写字楼或宠物医院里啪嗒一声敲响，演员脱下平时的偶像包袱，换上带有一丝疲惫感的医生白大褂时，真实的画面成色才会真正显现出来。新剧目前公开的行业采风事实，算是给这部作品兜住了一个讲得通的逻辑起点。当镜头移向那些没有绿幕抠像、带着真实生活烟火气的临街店铺，演员在对台词时声音不发虚，伸手摸到的戏服能看清清晰的暗纹，观众在屏幕前自然能感受到那份诚意。要多美丽就多美丽已经在2026年7月完成了它的第1轮公开亮相。接下来8月的杭州实景片场将迎来这群演员和属于卢永忠、杨一品的新事。